时间预留空间，这烟火滚烫人间，生生不灭，深情最难。一面是闲谈，一面是考验。挥之不去，白马少年。这青葱郁郁从前，苍茫时刻，人心最难。有人出列，有人出现。肩并肩向前走，正义使然。静等时间给出的答案，坚持勇敢，哪怕再难，念念不忘中的圆满。汽轮集团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案例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在收购的时候迅速理清产权归属；二是汽轮集团主动承担并解决了原来遗留的工人欠薪问题。晨光广场开发项目的主要范围是从环山路到长盛村这一带，像永康健身器材厂一样的老旧小型的企业很多，他们技术落后，三角债务多，企业发展受限制大。但是启伦集团这次成功的收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晨光广场项目虽然两起两落，但是无论是城市规划部门，还是城建部门，以及青港的地产界、金融界和商界，大家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尽快的重新启动。它对于青港未来的发展和建设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人大会议上，我们向全体市民做过承诺，晨光广场项目必须上马，必须建好。但是越是这样，越是不能操之过急。这个项目的开发方向依然是政府主导，要充分运用市场手段进行开发。一旦时机成熟，就要进行公开招标。你们是？你好，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麒麟。有什么事吗？我们来呢是来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这张报废单上的车辆是不是送到你们这儿来了？哦，是，这辆车我有印象。我们这半年啊，就报废这么辆玛莎拉蒂，撞得还挺严重的。车在哪儿？这我得查一下，你们稍等啊。行，谢谢啊。哎，我记得视频里那台车撞的不是太严重啊，难道是去4S店定损的时候又发生车祸了？听说过套牌车吗？套牌？车这方面他可骗不了我。我查了，这辆车啊确实在我们这儿，不过已经被拆解了。能带我们去看看吗？这边请。这边有很多散落的零件啊、碎玻璃什么的，你要小心点啊。这。每天送过来的车都挺多的。这本色我也一个。行啊。那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这车撞成这样。你们小心点啊，这高危险，靠边一点。
拆卸区了。拆卸完的车子就成这样了，只剩下发动机了。发动机在那边。来。这边。啊，都在这儿了。报废单群里都有吧？有。找吧。天意，你负责这片；露露，你负责前面那片。好。去吧。你好，我们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你找谁呀？我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叶轩，请问孙欣欣是住在这儿吗？哎，是住在这儿。欣欣，有法官找你呢。欣欣，哎，刚才还在这给我熬药了。哎呦哎呦，怎么了？这怎么了？怎么了？奶奶，别急，没事。孙欣欣，你给我站住！小子跑挺快啊，知道为什么找你吗？那你跑什么呀？你追我，我当然跑啊。刘泽光，你认识吧？没多大事儿啊，别吓着你奶奶。能配合吗？您慢点。哎，你们找这个欣欣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您别急，我们就是来找他核实一下情况的。哎呦，法官，欣欣是个好孩子，他可孝顺了。奶奶。哎，欣欣啊，你跑哪去了呀？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了？没有，奶奶，法官他们就是来问问我小光哥的情况，别担心。哦，那就好，那你要配合法官工作哦。嗯。陈总，沈处长来了。沈处长，欢迎欢迎。总想请您啊来我这茶室坐坐。您工作压力大，来放松放松，可总请不来您。楚市长告诫我们要与企业家交朋友，但是要时刻保持距离，这叫亲疏有度嘛。那我算亲的。您可是主动打电话跟我说要来坐坐，我开心坏了。今天我是来打前站的。坐一说。来，请。最近呢，市里开了个会，楚市长专门对你们启伦集团进行了表扬，我呢又擅自做主，向楚市长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启伦集团在晨光广场这个项目上的准备情况。楚市长是一个工作一竿子捅到底的领导，所以他决定要亲自来你们公司走访调研。真的呀？我问过市政府办公室了，时间定在周4。
需要做什么准备吗？我就怕你们准备。你们也知道，厨师长啊，他是一个从基层干起来的领导，出了名的清正廉洁。他不管走到哪儿，饭不吃，酒不喝，谈完工作就走。所以他来你公司视察，一包茶叶，一份纪念品都不要送，记住了。你看啊，领导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不能一点不让我们表达吧？这样显得太没礼貌，太不近人情了。李总啊，我还要专门的提醒你，千万不要把商场的那一套东西放在厨师长身上，要不真就把那点意思变成不好意思了啊！沈处长，李总，听沈处长，喝茶。在这儿呢，齐法官。找到了，就是这台发动机。我们再核对一下。来，你说。M156C322680。不对，数字不对，322689。第5位是 C 吗？是 D。张天印，你照一下那个号码。你不会搞错吧？他刚刚不是都说了吗？这大半年玛莎拉蒂就报废了这一辆，肯定是这个没跑。这刘泽光玩的够深的，狸猫换太子啊！这台发动机是玛莎拉蒂 M156C， 是高功率版本，原型驶本上是 M156D 低功率版本。不是这什么意思？你能说明白点吗？这压根儿就不是那辆车。你确定？当然了。同志，我们法院要就地查封这台发动机，请予以配合。刘泽光和我是高中同学，他有钱。我爸妈离了婚之后，俩人谁也不要我，我只能跟我奶奶过。她之前还挺大方的，给过我不少钱。奶奶看病、买药，其实都靠她。但是这半年不行了，说是和他爸爸断绝了父子关系。为什么你要帮他租房子啊？他让我帮他租的，还让我帮他办了新电话卡，说是有人追他，怕被发现。除了帮他租房、办电话卡，你还帮他干过什么？他在我家后院停过一辆没有牌照的报废车，他撞完人之后就把车开走了。什么车？白色的玛莎拉蒂。你是说他有2辆白色的玛莎拉蒂？是啊，套牌车懂吗？他总是喜欢开快车，他怕出事儿，所以他早就准备了一辆一模一样的报废车。这不是派上用场吗？那你知道他那辆撞人的白色玛莎拉蒂现在在哪儿吗？这我真不知道。仔细想想，你还帮他干过什么？我还帮他转过钱。多少钱？最少的一笔30万，最多的也得有100多万。转给谁了？昌喜商贸的钱达。钱达？他是干什么的？刘泽光说他是做珠宝生意的，他让我转这些钱是为了买珠宝，说是送给他妈妈。可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有完没完？要不你们就拘留我，要么就把我放了。
你们居船最多就扣我24小时。懂法呀？还知道居船不能超过24小时？我听说拘你的时候给你念法条，你说你听不懂，装的。说这些都没用，我没钱，赔不了。车呢？那辆玛莎拉蒂呢？我都说了，报废了，没有了。刘泽光，你知道恶意转移财产的严重性吗？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在法律文书生效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导致无法执行的，根据刑法，有可能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参与赌博，且数额巨大的，罪上加罪。你自己想想会判多少年？刘泽光，玛莎拉蒂发动机 M156C 和 M156D 有什么区别啊？没什么区别，就是功率不同。你的那辆玛莎拉蒂发动机是 M156D 型的，没错吧？刘泽光，你还年轻。已经错了，就别再错上加错。说，那辆玛莎拉蒂在哪儿？刘总，徐法官，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你的车牌是真的，跟刘泽光不一样，他用的是套牌。刘泽光那报废车是套牌的，这个败家的玩意儿。时间不多，我就不绕弯子了。我们都知道，任雪前期的手术费呢，是你帮忙垫付的。这说明你不是没有钱，可是为什么现在你不愿意帮他支付赔偿金呢？我现在不想提他。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嘛，恐怕你不能不提。下车！爸，老婆，你脸上怎么回事啊？啊！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什么人啊？你脸上伤是他们打的吗？哎啊！刘总，别误会，刘少爷这伤啊，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不是啊，刘少爷？你说话呀！是的啊，是他呀欠我点钱，看见我们一紧张，腿肚子转筋，摔了一跤，就成这样了。你看，放屁！不是你，小光，你欠他们多少钱啊？我说话！我不多，100万。怎么回事？爸，你别问了行吗？你把钱给他，要不他得打死我！他敢！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打你了吗？什么时候打的你？不是刘总，这事儿我得解释一下啊。这叫打！干什么你？这就是啊！你给我住手！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他，我现在就报警！报！
赶紧报！警察来了可不一定帮谁呀。哎呀，刘总，我们也是没办法，遇着老赖了，总得用点非常手段，也不能总被你们有钱人欺负吧。我看这钱啊，赶紧给你儿子还了吧。这么漂亮一小伙，这要是出门天天摔跤，摔坏了可怎么办呢？那是5、6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小光沉迷于网络赌博，而且越陷越深，越赌越大。我被逼得没办法了，替他还了好几百万的赌债。最后，他妈妈把房子都卖了，替他还钱，甚至把我给他买的结婚戒指。老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小光是我的亲儿子，可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我管不了他呀。这2年呀，可能是老了，一到晚上啊就特别清醒，睡不着觉，瞪着2个眼睛，吃安眠药也不管用。这好容易闭上眼睛啊，这眼前呀，就全是小光。只有一个场景，梦见小光在街上被人追、被人打、被人追着用刀砍。真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七法官。我现在只有依靠国家，依靠你们，依靠法院。七法官，今天就算我求求你了，把小光弄进去吧，多判他几年，让他在里面好好待着，好好改造。有国家管着他，有国家教育他，我这下半辈子就安心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刘总，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的做法我不能接受，这是在逃避责任。逃避责任？我逃避什么责任了，七法官？任雪的手术费我是第一时间支付的吧？我逃避责任了吗？七法官，我今天给你交个底儿。只要你能把小光弄进去，你们法院判决的那个赔偿金，我第一时间支付。我不是在说刘泽光，是你在逃避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刘总，你想想，刘泽光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他是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吗？小光。想想小光啊，原来真还是个好孩子。那几年呀，我开公司创业，天天忙得不着家。他还挺乖的，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玩电脑游戏。可是谁成想啊，就迷上这网络赌博了呢？好，这样，刘总，咱们就像你所说的。把刘泽光抓起来，关他几年。在你这儿暂时是眼不见心不烦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受害者？他的治疗要花钱，后期的康复更要花钱，更重要的是，受害者家庭所受到的伤害不是用钱能够弥补得了的。你不能把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转嫁到受害者的身上吧？我希望你能够慎重的再考虑考虑。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青港的全貌。风景不错呀。
这个是我的办公室，请。陈总的办公室很气派嘛？哪里。楚市长，请坐。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情，你们启伦集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妥善解决了工人的欠薪问题。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借鉴你们这个经验。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记住，人才是企业的根本。我记住了。您稍等。楚市长第一次来我们启伦集团，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我给楚市长介绍一下，这个瓶子的底部放的是咱们青港各个区的泥土，山上的土，海边的沙，这上面呢是咱们青港农作物的种子，有玉米，有稻谷。看来这小小的瓶子里装载的是咱们青港的根基啊！楚市长说的太对了，我是青港人，就是这片青港的水土养育了我。启伦集团这些年的发展，最坚实的后盾就是咱们青港的水土、青港的粮。所以啊，我做了这批纪念品，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热爱青港，建设好我们的家乡。陈总有心了，这个礼物我收下了。谢谢楚市长，请喝茶。玛莎拉蒂。齐法官，就是这辆车。那是钱达的车。少军，跟我来。叶璇，你马上打电话报警。张天翼还有田佳，你们两个人负责拍照取证。完事儿之后，联系一台拖车，把这台车扣押回法院。另外呢，把咱们这2台车调到入口去。明白，快点，把车调到入口。什么玩意儿？你们俩干嘛呢？哦，找一下钱达，钱总。什么事儿？买宝石。谁介绍的？孙欣欣。钱总不在，你们1个小时后再来吧。好。走吧。好。
人大概率就在里面，你在这儿守着，我去停车场看看。好，放心。冲，过来一下。怎么了，大哥？刚才外面什么人？啊，一个想买宝石的客人，我已经打发他们走了，让他们1个小时后再来。谁介绍来的？孙欣欣。谁？孙欣欣，就刘泽光屁股后面那小弟。收东西。不是，怎么了，大哥？那刘泽光都被抓进去了，还能介绍什么好人？别他妈玩了，赶紧收拾东西！把东西都给我收拾齐了啊！一个别落。后面。走，走走走。田总，干嘛去啊？找你半天了。找我干嘛？买宝石啊？改天，别改天了，就今天吧。你他妈谁呀？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这几位呢是我的同事。哎，怎么还动手呢？别动！天一，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别动别动别动，这是特不够，不会骨折了吧？法官打群架呀！这消息要是传出去，让其他部门怎么看咱们执行局啊？哦，执行不了，积极动手啊！回去马上给他们开会啊！凡是参与打架的人，全都给我写检查。什么事儿啊？这是！朱局，您先别发脾气，这事实有出入。有什么出入啊？都没动手，打没打架？楚云，你是庭长，你不管他们，他们是会犯错误的。周局是这样，他们发现钱达等人之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但是警察还没赶到，这些人就要跑，而且法警也都跟着呢。那您说，他们能不管就让这些人跑了吗？您可以仔细看看执法记录仪，他们第一时间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是对方先动的手。我在跟你讨论谁先动手的事吗，楚云？现在是没有人受伤。如果要是出了事，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是法官，不是警察呀。当初啊，麒麟在马场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啊？你现在怎么就变了？该法官干的事儿啊，我们绝不退让；不该法官干的事，我们不能蛮干呐。还有那个田家那个小丫头片子啊，你说个儿也不高吧，大打出手，拦都拦不住。我跟你说，就是你这个庭长啊，再这么护下去，他们胆子会越来越大的。你给我反省，你给我写检查。好的，周局，我写检查，我一定深刻的检查。但是这检查，我一个人写就行了吧？其他人就算了吧。不要讨价还价。哎，你想想啊，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是田家救了麒麟，麒麟现在有可能就躺在医院了。对方人再多点儿，你们执行二庭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几个人呢？我们是法官，用的是这儿，不是这儿。啊！等啊！等，进来，大哥，进来！我说，
啊！走！我知道你很疼，吃点好吃的补一补，甜食能让人快乐。我感觉我真骨折了。要不还是上医院看一看，拍个片子稳妥一点。张天野，咱们复盘一下啊。在现场的时候呢，一开始你确确实实是站在前面的，但是一打起来之后，我一回头就找不着你了。你是怎么受的伤啊？齐法官，是这样，我刚开始一直站在你右边，除了你，我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刚打起来，我这边就听见嗖的一脚，我这边胳膊下意识就碰地，我当时听见咔嚓一声，我感觉我真骨折了。你能打得过谁呀？忙也帮不上，在旁边捣乱干什么？你非站我面前堵着我。我又不是故意的。哎，齐法官，等一下，我咨询你一下啊，我这要是真骨折了，自己人打的，算工伤吗？恐怕还真不能算。啊！哎呀，走，救我！救我！拍个片吧，搂，我不行了啊！等，我疼，再叫，你再叫试试。既然这辆玛莎拉蒂找到了，刘泽光隐藏转移资产的事实已经成立，后续工作你们要抓紧啊。刘泽光的父亲刘川答应，今天会将赔偿金打给任选。怎么回事？麒麟去找了刘川一趟，具体怎么聊的我还没问。他给我打电话说，刘川做出主动赔偿，是希望为刘泽光的行为减轻一些罪责。张天一伤怎么样？啊，不严重，就是碰了一下，皮外伤。检查你要写，要深刻。我知道。其他人就算了啊，下不为例啊。谢谢周局。刘泽光逃避责任，他的良心被狗吃了。我女儿以后再也不能跳舞了。一条腿，就这90万吗？就这90万也不肯赔吗？他有没有人性啊？子不教，父之过，你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行了，别说了，你们起来吧。您刚才说的那些话呀，我都接受。是我儿子给你们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回去吧。法院判的赔偿你们也赔了，可是我绝对不会说个谢字。现在我们就算两清了。我知道，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除了法院判决赔偿的部分，我承诺，将来啊，任雪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一笔的都是烂账，根本没什么盈利。倒是有一笔，200万的股权转让费，这怎么回事？董明当时忽悠一个叫方强的傻小子，买了他器材厂10%的股份。你确定吗？确定啊，他这破厂子只盈利了这么一回，后来2个人还闹了好几次别扭，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不太清楚。但这个股权应该还在方强手里。那你现在能找到这个方强吗？好像有他微信吧？不是，你找他干嘛呀？这破厂子的股份还有价值啊？哼，这个董明啊，歪打正着的，还算做对了一件事。我们一定得把股份拿回来，这是我们的入场券。给他打。
没人接。没事，等会接着他，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他。田佳，你这么能打，怎么平时一点都不露呢？没机会展示，我总不能满世界宣扬去吧？什么时候打？至少我得先把规则说好吧。要不然我先让他3局。不用。他们什么时候把田家带过去的？10分钟以前，你去周局那汇报的时候。说是以武会友，互相请教。我听齐法官跟少军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输了得请客。少军我可不。你跟田佳不是同学吗？他什么水平？全省大学生自由搏击女子组拿过亚军。这么猛？他平时看上去挺柔弱的呀。他柔弱，我这身上全是他打的伤。这也太暴力了，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我一个大老爷们，我好意思说？再说了，他不让我说，我也不敢。田佳，加油！没事吧？不过我确实也没想到，你这比赛经验确实挺丰富的。但是我提醒你啊，你是个法官，多动脑子少动手，以后不该冲动千万别冲动啊！有我们法警保护你。来吧，起来。这局我输了，咱们再打2局，3局2胜。行了，友谊第一，比赛第2啊，点到为止就行了。对，点到为止。小金，你的职责是保护法官，不是把法官打到地上啊。解释一下啊，是田佳呢主动要求挑战少军的。收了吧，别影响下午工作。伦理的、道德的、消失的、寂寞的蔓延着，久违的、失语的、热闹的、不安的憧憬着，落水的、抢救的、奖励的、无力的躲避着，逃跑的、安静着、吵闹着、混沌着、崩溃着，阴暗的、黑暗的，破坏着，都无力面对。勇敢的、坚定的、坚毅的、守护的人啊，奋力的、无畏的、坚韧的、百折不挠，照亮你和我。虚伪的、卑鄙的、懦弱的复杂着，伦理的、道德的、消失的、寂寞的蔓延着，阴暗的、黑暗的，破坏着，都无法抵挡。勇敢的、坚定的、高尚的、守护的人啊，奋力的、无畏的、前行着、百折不挠，照亮你